然后对我来说，那个不幸的恶心，它就很像家里面放着一包很臭的垃圾，它会在我里面就家里面自己臭，然后我臭了，我可能不一定会有警觉。有一些人家里没有这个垃圾的话，他就会警觉说怎么有那种让人家不舒服的负面感受。抱怨的话是觉得自己配得更好的，因此去嫌现在这个不好的。我想要讲一下刚刚我讲到的那个不幸的恶心。新约讲的是说，你们要谨慎，免得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，把永生神离弃了。讲的就是他们在旷野的那一段时间，用不幸的恶心来形容。我想要讲一下他们到底做了多少事情，导致新约的作者想要说他们是不幸的恶心。一开始呢，是他们哀求要出埃及的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，所以他们就出埃及了。结果到了埃及以后，一开始他们就因为吵着要喝水，就跟神吵闹。我觉得就是上帝，我没水喝，我要水喝，这样就算了。可是他们的讲法是跟摩西说，你为什么要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使我们的家人都渴死呢？其实话也可以好好讲，可是他们就讲成这样子，不是很渴吗？还花那么多力气讲。对啊，不是很渴吗？为什么？可能他怨气超过他渴的感受。然后还有啊，就是鹌鹑事件的时候，在埃及的时候，我们不花钱就吃鱼，也有黄瓜、西瓜、韭菜、葱蒜，把我们带来这里。现在我们眼前只有玛拿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然后再来，又到了10个探子事件，就是刚刚那个严重的事情，跟摩西还有亚伦说，巴不得就死在埃及，或者是死在这旷野，我们还回埃及不是就更好？为什么要把我们带来这里，然后让我们死在刀下？刚刚没有讲到的10个探子的下场是，他们马上就得了瘟疫，死在耶和华面前。当下就死了，不用等那一代的人，他们就先死了。我觉得他们有一点罪真的比较严重，因为是他们害人家跟着他们起哄的。就是带头的捣乱者。还有可拉一党的时候，他们就是又说你干嘛帮我们领上来，然后在这个旷野杀我们啊？米利巴水又发生第2次。然后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，就又用了一次这个名字。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。然后有一次上帝跟他们说，叫他们不要去采以东的国境内，叫他们绕路而行。然后他们就心情不好，就又说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让我们又死在旷野呢？没有粮没有水，我们厌恶这淡薄的食物。所以他们就从出埃及记17章，然后到民数记在旷野的那38年，他们还是常常会有这种抱怨的事情。所以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种不幸的恶心。等我读懂了以后，我发现其实这种不幸的恶心我也常常会有，就是跟上帝说，你为什么好东西就不给我，就给别人？然后你还要派传道人来跟我说，你只给我需要的东西。你有听过这种讲道吗？就是上帝会说，你需要的我一定不会少给你。然后我就会觉得别人有车子有房子有老公，然后你现在就是说我不需要就对了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无限延伸，有多少东西我都不需要啊。就是我就会用这样子去跟上帝发脾气。我其实觉得这样子就有一点应用到我不幸的恶心。因为上帝其实也没有说不给我东西，有可能人家在转述的时候会让我太负面，他是答应我不会让我缺乏，并不是说嘿嘿我不给你哦，因为你不用哦，那态度并不一样。可是在我的不幸的恶心的这种状况中，我就会说你真的就是故意的，你什么好东西都不给我啊，你就是这样子要故意气死我，还不如我不要出生算了之类的。读懂了以后，我就惊觉到这个不幸的恶心我很常应用。后来我就会尽量少这样子讲，我们就事论事就好了。就是说什么什么东西为什么不给我，是不是有什么原因，我们可以讨论一下。可是不用说你什么好东西都不给我。但是你还好，你没有像他们一样拉别人。其实这样子在讲的时候就会拉到别人啦。我如果常常跟你不是自己向神抱怨吗？没有，就讲出来，就有的时候是跟人家讲啊。然后跟人家讲的时候，人家听了就会说，对啊，我也是都没有好东西，也跟你一样。上帝真的很过分就是我也会影响到身边的人。好，你真的要谨记。对啊，所以读了这个，我就提醒自己，那种都是算是应用到不幸的恶心然后对我来说，那个不幸的恶心，它就很像
家里面放着一包很臭的垃圾，我都会想象我的灵魂就是一个房子一个家，然后家里面像放了不幸的恶心，就是放了一个很臭的垃圾，它会在我里面就家里面自己臭，然后我臭了，我可能不一定会有警觉，因为一直在这里面，可是我讲出来的话。有一些人家里没有这个垃圾的话，他就会警觉是怎么有那种让人家不舒服的负面感受，所以我就在这部分会觉得小心一点，而且洁癖一点比较好，不要在灵魂里面留那种脏脏的东西在。所以我觉得这已经超越抱怨的程度了。故意把人家往100%的坏处想。对，我觉得这已经不止抱怨了。对啊，就更糟糕。对，我觉得不高兴的事情也是可以好好讲，就是我就是不喜欢怎样啊，我不喜欢工作很辛苦啊，也可以这样子讲，可是不用说你就是要给这个工作害死我啊。不幸的恶心相反的就是迦勒跟约书亚，他们就是信靠神的带领，还有丰盛的应许，会鼓励大家。所以其实他们表达出来的态度不一样，然后他们自己也是在一个不一样的情绪状况里面。你觉得不幸的恶心跟信靠神丰盛的应许，上帝会怎么看待这两种态度？等一下，先说你容易有哪种态度？我也会有抱怨，但是我会尽量停止在就自己跟神的抱怨，我尽量不要让它扩及到别人。对，但有时候还是会啊。抱怨的话，我有听过一个定义，叫做抱怨的话是觉得自己配得更好的，因此去嫌现在这个不好的。对，例如说我抱怨我的工作，就是我配得更好的工作啊，这个工作是什么烂回事啊？如果我们把抱怨当这样定义的话，那你说烦还好，就是你只是在跟上帝说，就是现在就是烦。然后还有一种像诉苦的话，因为其实大家辛苦的时候很常诉苦，而且就圣经作者很多就是写这种内容。对啊，好好讲，都是可以接受的吧？对啊，我就突然想到，上帝是查验性的上帝这句有多恐怖。就你可能诉苦觉得是诉苦，但是其实你的心已经或许朝着不幸的恶心那个方向走，但自己可能都不知道。所以我相信他们当下也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察觉出来。有可能是不是原本不知道错啊？就是原本我知道我有不幸的恶心，但我不知道那个有错。也不是到不知道错，我觉得是你在越往那个罪的方向偏离的越深，或者陷得更深的时候，你的有点像是被渐渐的麻痹，然后不会那么快的警觉，要多提高警觉的问题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有帮助我提高警觉。我觉得不幸的恶心有一个点是自欺欺人。我觉得不幸的恶心这一种，如果要我去讲它的特征的话，就是他明明知道事实是什么，他故意往100%烂的讲。对，对，然后扭曲别人的，就是扭曲，用情绪来扭曲一个事实。对，然后最后可能像你说的自欺欺人，连自己都骗过了，真的以为是这样子。会。然后在山洞旁边，一起来哦。对，而且像你刚刚说，你比较不容易煽动旁边的人，可是其实有很多人他是靠跟别人讲来舒缓、调整或发泄情绪或整理情绪，他有可能不是故意要煽动别人，只是他就是靠这种方式来调整情绪的时候，其实就影响到别人了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挑人讲这很重要，就是你的讲的对象如果是这些白痴呆呆的人，就听了什么就信什么，然后就很容易会有共鸣的那种人，这个也要很小心。他们要挑的话，应该要挑约书亚跟迦勒，然后就跟约书亚跟迦勒说：“我真的觉得还蛮担心的。”然后约书亚跟迦勒就会鼓励他们说：“没问题啦，上帝，你看他前面在埃及做了这么夸张的事情，就是把我们带出来啦。”然后可能就没事了。所以这两种不幸的恶心，还有信任神丰盛的应许，这两种不一样的人，你觉得神会用什么态度或者是感受或者是看法来看这两种人？对啊，因为他们都出自同样背景嘛，为什么会有一些人选择像约书亚他们，有些人选择像10个探子一样？对啊，我觉得没有理由，就是说什么因为我们我比较苦或者怎样，反正他们都一样苦出来的，就不能说什么我原生家庭比较差，所以我现在要情绪化。对。
圣经还有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他们，说他们印着景象。对，就是他们就是选择要不信，就是让他们无法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所以我觉得神对这两种态度的看法是，他看到人家信靠他，他会想要真的成全那个人的信靠。然后他看到人家用不信恶心的时候，就是你要讲你就小心成真吧。对，有一点这种用自己的话来害死自己的感觉。真的所以这一集我们讲完了以色列人他们律法形成的时间，然后还有书的经过。下一集我们就要讲说到耶稣那时候，他们是怎么样来遵守这些律法，包括哪些是他们需要遵守的事情。为什么要知道这个呢？因为耶稣他很多讲出来的话都是因为大家在遵守的某一些律法，所以他讲的。下一集就是要讲这个。好啦，所以我们一起知道耶稣知道的话，也希望大家爱耶稣的话要听耶稣的话。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